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我是蛙哥。就在刚刚前不久，马桶人时钟宇宙第39集终章，也就是第39集第5部分更新了，发生了非常多疯狂的事情，剧情相当炸裂。马桶阵营最高首领7号指挥官和时钟人种族的代表性人物未来大时钟人进行了一场史诗级战斗，我们将分别看到7号指挥官以及未来大时钟人之前剧情中从未展示过的独特攻击方式。更让人吃惊的是，未来大时钟人的实力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更离谱的是，竟然可以死而复活，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未来的剧情发展，马桶阵营和联盟会不会走向联合？这一集都将告诉我们答案，并且泰坦时钟人的核弹危机也解除了。这意味着接下来第40集剧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精彩部分，请大家务必观看到视频最后。废话少说，现在就让我们对这一集的剧情进行逐帧解析吧。视频开头，未来时钟人和7号指挥官就打了起来，他们之间的打斗场景非常眼熟。如果大家看过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就不难发现和奇异博士对战萨诺斯的片段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把未来大时钟人看作奇异博士，那么7号指挥官就是萨诺斯。未来时钟人手持2个时光大圆盘，发动了时间激光波攻击，他们就如同电流一样开始袭击7号指挥官。7号指挥官跳到空中躲避的同时，眼睛发射出大量黑雾进行反击。这些黑雾在复仇者联盟里叫做黑死光，不过这些黑雾都被未来时钟人给转移走了，感觉他凭空创造了一个时空之门，把这些黑雾都吸收了进去。这个时空之门想要再次接近7号指挥官的时候，却被他直接一拳击碎，竟然可以把时空传送门给击碎，这足以说明他有一些克制时间攻击的手段。接着7号指挥官竟然凭空捏造了一个小型黑洞进行攻击，未来时钟人紧接着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强大的防御手段，看起来像是一个时光防御阵图，有非常复杂的时间符文，成功阻挡了小型黑洞的攻击。接着7号指挥官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洞漩涡，当他回头看去时，未来大时钟人突然冲了过来，把他一起推入了黑洞漩涡里。接着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宇宙。我们都知道未来大时钟人可以穿越过去和未来，然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还可以穿越到其他位面宇宙，这就是传送的副作用吗？7号指挥官还没有搞清楚什么状况，他用手捂着脑袋，传送到其他宇宙的过程中，让他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周围出现了大量的丧尸监控人，显而易见，这里就是丧尸宇宙了。由于丧尸病毒的爆发，联盟和马桶阵营一部分成员都变成了可怕的丧尸形态，他们都听从瘟疫医生的命令和指挥，而幸存下来的联盟成员和马桶阵营结成联盟，共同抵抗瘟疫医生这个危险的敌人。马桶人丧尸宇宙也是非常优秀的，马桶人多元宇宙系列剧情之一，7号指挥官已经被这些丧尸给包围了。这个其实是丧尸宇宙第30集的场景，当时无双战神乘坐飞机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被袭击了。当他从地上爬起来以后，就被大量的丧尸包围了，不过凭借他强大的实力，很轻松就突出了重围。这些普通的丧尸虽然数量众多，却并没有对无双战神造成任何影响。当大量丧尸包围了7号指挥官，来看下他是怎么做的吧。直接升空后，眼睛发射出黑死光，对下方的丧尸群体进行扫射，很轻松就化解了危机。并且我们注意到7号指挥官的一只眼睛竟然是纯白色的，这可能和他能够发射黑死光有关系。同样，他的攻击方式让我想到了原版剧情中的泰坦影响人，不过泰坦影响人更具有观赏性。旁边的未来大时钟人也被丧尸袭击了，同时还看到了丧尸宇宙中的 G-Man 登场。值得一提的是，在丧尸宇宙中 G-Man 被塑造成了超级英雄的形象。哇塞，你看起来很酷呀！当未来时钟人看到 G-Man 后，并没有感到任何意外。非常有意思的是 ，G-Man 还用 Skip 的语言询问未来大时钟人，也就是说，在未来很可能时钟宇宙的更多元素会出现在丧尸宇宙中，并且我们在时钟宇宙中还看到了丧尸宇宙的打斗场景。这个是丧尸宇宙第26集的剧情。当时泰坦电视人被偷袭后转化成了丧尸，于是就对 G-Man 他们发动了攻击。泰坦时钟人及时赶到，想要用时光回溯的能力治愈泰坦电视人。接着 G-Man 也马上投入到战斗中，然后出现了非常搞笑的一幕。丧尸监控人咬住了未来大时钟人的手指，为了不让自己被丧尸病毒感染，未来大时钟人赶快发动时光回溯的能力，回到了时间的最初。丧尸监控人还没有咬他，接着就被他用手指弹飞了。让我们放慢动作再看一遍，用手指轻轻一弹就弹飞了。未来大时钟人也太幽默了。接着一个丧尸监控人撞在他的背上，当他回头看去，7号指挥官向他冲击过来，于是他马上又发动了传送能力，他们2个又传送到了其他地方。此时他们传送到了另外一个多元宇宙，很多人称之为三体宇宙。我对这个宇宙的剧情不是很了解，不过有机会我也会做这个系列的剧情解析。他们2个在三体宇宙中快速移动、高速打斗的过程中，留下来一道道光。试想一下，如果速度太快会留下残影，而现在一道道残影竟然形成了光的影像，这说明速度已经快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地步，并且这个战斗场景和很多动漫打斗的场景相似。具体参考了哪部动漫？这真的很难猜测。
有人说是一拳超人，还有人说是火影忍者，大家觉得呢？由于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在三体宇宙中的其他人看起来就好像静止不动一样，这个画面相当震撼。三体泰坦发射激光进行对战，这一幕发生在三体宇宙的第104集，非常精彩的一集。7号指挥官和未来大时钟人也发动了他们的强力一击，此时两个巨物作为背景，两个人类进行对抗，这种具有冲击感的场景非常震撼人心。在最终幻想15里也有相似的场景，可能是借鉴了一下也说不定。当黑死光对上时光之力，谁更胜一筹呢？最终还是时光之力赢了。然而7号指挥官的防御力很强大，并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他决定用身体进行撞击。未来大时钟人赶快召唤时光盾进行阻挡，7号指挥官用身体直接撞碎了时光盾。不得不说，7号指挥官的身体太坚硬了。此时我们看到了三体泰坦，由于我对三体剧情不太了解，谁能告诉我这个泰坦是反派还是正派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呀？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很多作者称他为圣纳泰坦，可能和他的攻击方式和样子有关，因为我注意到他的肩膀两边有很多话筒，并且他的核心反应堆两边也有话筒。不过我感觉他像是反派，因为我看到了他的脖子附近有骷髅一样的装饰品，因为他被死灵法师控制，听从他的命令和指挥。此时未来大时钟人来询问圣纳泰坦，想不想加入到我的宇宙来，并且开启了时空传送门。如果三体泰坦有这个想法，那就可以一起进入到时空传送门，最终抵达时钟宇宙。如果他真的来到时钟宇宙，岂不是又给联盟带来了一个反派角色吗？来自太空的神秘主人已经很难对付，再次加入一个强大的反派是非常不明智的呀。看来未来时钟人应该是在开玩笑呢。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在未来的剧情中，非常有可能时钟宇宙会加入一些三体中的角色，毕竟他们的联动已经开始。之前的丧尸宇宙就联动了好几个多元宇宙的系列，他们之间进行联动，总之对我们观众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能够看到更多精彩有趣的剧情。然而还没等他们有更多的交流，7号指挥官就冲了过来，于是他们两个又一起返回了时钟宇宙。这实在是太烦人了。我相信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停止浪费时间。其实未来时钟人打心眼里根本就不想和7号指挥官进行战斗，由于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穿越到过去和未来了，也见证了非常多未来的结局，所以他知道所有发生过的真相和秘密，现在根本就不是和7号指挥官开战的最佳时机。在面对最强的未知敌人，他们更应该联合起来。这里提到了他们共同的敌人，毫无疑问就是来自异次元的生物，除了反泰坦以外，就是那个神秘的主人了，并且神秘主人称反泰坦为玩具，老巫婆阿尔法说白了也只是神秘主人的仆从而已。可想而知，这个神秘主人肯定还有其他强大的手段。有人推测说这个共同的敌人是神秘人 DOM， 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最近的一期视频里，神秘人 DOM 出现救下了10号和6号，这说明神秘人 DOM 并非是敌人，他的目的也是要促进联盟和马桶阵营的合作。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神秘人 DOM 不出手，那么10号和6号肯定就会死掉，他们两个在马桶阵营的地位非常高，就会加深马桶阵营和联盟的仇恨，想要让他们走向合作，难度就会更高，所以神秘人 DOM 必须出手拯救他们两个。未来时钟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下一秒7号指挥官一拳就把他的大时钟穿透了，实在是太猛了吧，这妥妥的一拳超人啊。7号指挥官为什么不听未来时钟人的解释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自己的女儿，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女儿的牺牲是因为联盟导致的，作为一个父亲一定要为自己的女儿报仇，根本就不可能和仇人一起联手，他做不到。这就是你在战斗中大喊大叫的后果。然而下一秒发生的事让我们都吃惊不已，没想到变成灵魂体的未来时钟人竟然对自己发动了时光回溯，自己把自己给救了，这能力实在太逆天了。没想到灵魂状态下的未来时钟人同样可以施展时间的能力，那是否说明他是无敌的存在，根本就杀不死呀？除非有一种手段可以针对他的灵魂。好吧，恭喜你，彻底让我生气了。看来7号指挥官的行为彻底惹怒了未来时钟人，一拳就把7号指挥官给揍飞了。刚才他根本就没有用全力进行战斗，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想说服7号指挥官进行联手，如果出手太严重，撕破脸面的话就不太好搞了。我们看到未来时钟人在空中瞬间就打出了10多拳，打的是时光之拳，并不是留下的残影，而是实质性的拳头。这些时光之拳开始攻击7号指挥官，一拳接着一拳，这让我想到了黄金圣斗士里非常强大的一个绝技，叫做天马流星拳，并且还可以幻化出一头巨兽，这才是未来时钟人真正的实力啊！并且我们注意到这只巨兽还有神秘符号，时钟人种族无论发动什么能力，都会显示和时间有关的神秘符号，而这个巨兽也是通过时光之力幻化的，有时光符号显示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我们也无需过度解读。7号指挥官在面对这狂风暴雨的攻击时，并不能做到抵挡，而是被连连击退。当他从地上再次站起来后，攻击还没有结束，天空中出现了很多未来时钟人的能量体，把他团团围住，并且再次发动了时光禁锢的能力。这次
发动的时光禁锢，很明显比之前要更加强大，等级更高。此时的7号指挥官竟然不能动了，受到了时光禁锢的影响，这就出现了一个疑惑：在之前的剧情中，7号指挥官是免疫时光之力的，那为什么现在又受到了影响？此时的7号指挥官都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我不能动了？你是使用了重力技能了吗？没有时间，重力就失去了作用。那么，当我可以让时间停止时，我为什么还要使用重力呢？现在我只使用不同级别的时间停止，因为你对第一个级别有点免疫。未来时钟人给出了我们答案，原来7号指挥官并不是对时间免疫，而是因为之前的时间停止的技能等级太低了，所以不能够对他造成影响。现在未来时钟人发动了更高级别的时间停止，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告诉7号指挥官，你的实力虽然很强大，但并非天下无敌，我是有能力对付你，但是我并不想真的对付你。7号指挥官在强大实力面前也受伤很严重，吐出来的竟然是黑色的液体。当然他也没有继续选择战斗，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未来大时钟人的对手。我不敢相信我会这样做。我不敢相信我会这样做，其实是在告诉7号指挥官，我是有实力打败你的，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接着他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贝瑟尼还活着。当7号指挥官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内心触动非常大，因为在他的内心一直认为自己的女儿已经被联盟害死，所以才会对联盟不死不休。当他听到这个消息，虽然触动很大，却依旧保持怀疑的态度，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接下来未来大时钟人又说话了：基于我能够看穿未来发生的事情，你是有能力看穿别人是否对你说谎的，你也肯定能感觉到我是否在说谎，所以现在就告诉我在对你撒谎吗？我们注意看7号指挥官的表情，他并没有感觉到未来大时钟人在说谎，但是他依旧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你有能力追踪他的位置，但是你却从未尝试过，因为你担心你会面对一具尸体。现在还不算太晚。这些话我不是太理解，难道是因为太爱自己的女儿了吗？无法接受自己女儿死亡的现实，所以就不敢去收尸？解释有点太牵强了呀。作为一位疼爱女儿的父亲，在得知女儿死了后，并且在有能力找到自己女儿的时候，难道不是先去找自己女儿吗？反正这个剧情解释的太牵强了，我个人是无法理解。不知道各位看到这里能否接受这个解释？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剧情。当未来时钟人说完这一切后，7号指挥官马上就飞走了，肯定是迫不及待找他女儿去了。好吧，无论如何，那么之后的剧情，7号指挥官肯定是和他的女儿见面了，然后他的女儿会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这一切都是点读笔做的，和联盟没有任何关系。于是联盟和马桶阵营的关系就能够得到缓和，最后他们会走向合作，一起对抗异次元生物。接着小闹钟人也出现了，他手上拿着线路，示意泰坦时钟人自己已经彻底解除了核弹危机。小时钟人真的是立下大功了，再次说明他当时把时钟老爷子给刀了，并非是他本意。此时镜头来到了泰坦时钟人这里，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为了控制核弹发生爆炸，他一直卡在这里，不能做其他事情。目前在1号基地，联盟的其他人依旧在战斗着。泰坦时钟人既然腾出手来了，接下来是否会前往1号基地去支援呢？在之前的剧情中，轮椅博士说过一句话，会派出2个突变体来对付泰坦时钟人，因为马桶阵营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虽然核弹让泰坦时钟人暂时无法移动，也假设了核弹被解除后，他们将会如何应对，这就是第2套方案。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大家就很可能会看到马桶阵营对付泰坦时钟人的第2套方案了，并且我们注意到，泰坦时钟人在看到未来大时钟人时，他的拳头紧紧握着，内心肯定对未来大时钟人非常愤怒，因为时钟首领的死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但是我们在之前的剧情中已经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情，如果时钟首领不能提前死去，那么在未来时钟人种族，也包括未来时钟人，所有人都不能幸免于难。时钟首领提前死去，可以避免大家都死亡。其实未来大时钟人并没有做错，并且未来大时钟人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最后在离开时，未来大时钟人还对泰坦时钟人说了一句话：别用你那副臭脸看着我。别用你那副臭脸看着我。第39集剧情就此结束。这一集用了5部分来发布，所有时间加一起，足足有半个小时，这实在是太疯狂了。不过接下来肯定还会有大事发生。在第39集第5部分的剧集 ，DOM 是这样描述的：很快你就会到达无法再退缩的地步，你不知道在看到未来的过程中你错过了什么。这说明未来大时钟人在改变过去的时候，应该是忽略了什么细节，错过了很重要的事情，这将导致未来发生不可控的变故。我将服务于大家，努力做出更多大家喜欢看的视频。如果对这期视频还算满意，就请点赞支持一下吧，顺便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这样下次更新视频就能够找到我，大家绝对不亏的。